在超过50多名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辞职施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魁一职。他希望能暂时继续担任首相一职，直至今年秋季保守党党魁选举为止。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政坛内部有非常强烈的声音要求约翰逊立刻辞任首相。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在社交平台上嘲讽称，这不足为奇，伦敦将所有精力用来反俄，他们顾不上解决国内问题。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In politics, no one is remotely indispensable. And our brilliant and Darwinian system will produce another leader equally committed to taking this country forward through tough times.在周四的全国讲话中，约翰逊称，选择新领导人的进程现在已开始，具体的时间表将会在下周宣布。他还表示，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将会继续下去。今年2月，约翰逊任命克里斯托弗·平彻为保守党副党鞭。然而，平彻因被曝光行为不端，于上周四辞职，后续又被爆出更多不端行为。舆论则质疑约翰逊明知其品行仍委以重任，要求其下台的呼声再次壮大。此前，约翰逊已因聚会门丑闻而在保守党内外面临辞职压力。6月上旬，约翰逊在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对他进行的信任投票中过关，得以留任保守党党魁和英国首相。按照保守党党规，1年之内党内不得再对他发起信任投票。不过，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埃德·戴维则表示，如果约翰逊拒绝马上辞职，他的政党将支持工党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动议。如果所有党派的多数议员对约翰逊投不信任票，则首相约翰逊将不得不辞职。He needs to realize that the game, alas, is up. His credibility and power as Prime Minister has completely seeped away.And he needs to say, OK, folks, I respect that I can't carry on this job and hand over. And we get on with the process of putting a leadership contest in place and electing a new leader and therefore a new Prime Ministe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英国多位政府要员周三就赶到唐宁街呼吁约翰逊辞职。这些官员包括刚被任命的财政大臣扎哈维、交通大臣沙普斯、商务大臣科沃滕和保守党党鞭哈里斯等人。约翰逊此前还坚称自己不会辞职，因为自己的合法性来自于2019年选举大胜。But frankly, Mr. Speaker, the job of a Prime Minister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when he's been handed a colossal mandate is to keep going. 直到周四，在超过50名官员因对约翰逊失去信心而宣布辞职后，约翰逊才松口表示将辞去党魁一职。不过，他希望自己在选出新首相之前继续留任。根据报道，英国保守党党魁竞选将于今年夏季举行，预计到10月份将能敲定新首相人选。按照英国政治体制，执政党领袖自动成为首相。英国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和新任财政大臣纳奇姆·扎哈维有望成为下任首相的有力人选。他主要是基于2点考虑。第一个呢，我们知道约翰逊呢，把自己看作是杰出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实际上是希望在接下来这段时期呢，能够留下一些政治和政治上的遗产。另一方面呢，我想对于保守党内部来说呢，也有一个对于过渡期的需求，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间呢，可以帮助保守党内部能够选出一个新的领导核心，然后组成这个相应的这个团队，来实现和约翰逊政府之间的这样一种平稳的权力交接。约翰逊即将宣布辞职的消息传出后，英镑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应声上涨。对于眼下英国政坛的这滩乱局，有英国民众认为，约翰逊已经成为保守党的累赘。Well, yeah. Well, I don't think Boris Johnson is a liability. I think he needs to go, to be honest. He does need to go. I've got no trust in him, and I remember. 曾在保守党内阁任职的前教育大臣尼克杰布在 BBC 4台说，英国正经历一场民主危机，类似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一些人担心，即便约翰逊被赶下台，内讧也不会就此结束。约翰逊的支持者与那些想要推翻他的人之间的分歧将是尖锐而持久的。事实上，此刻的英国正面临来自内部的诸多挑战，从经济衰退到日益加深的生活成本危机。大批民众周二聚集在位于伦敦的英国首相府附近示威抗议，对约翰逊在防疫、脱欧等方面的表现不满，要求他辞职。He didn't get Brexit done. We should never, and I don't want to be a Monio Remainer, but we should never have had Brexit. It's a total shambles.
He didn't roll out the vaccine, and I'm so sick of him. I think the whole rotten lot need to go. And I think he's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mage to politics in this country because the whole lot are being tarred with his brush. I think he's appalling. I think he's appalling. 周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评论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辞职一事时，就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这不足为奇。伦敦将所有精力用于对抗俄罗斯和参加乌克兰的战斗行动。巨额财政支出，英国雇佣兵、教官和情报部门主力动员一切来反俄，他们顾不上解决国内问题。”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叶列米纳的话说，约翰逊完成了其主要任务脱欧，但他为了实现所谓全球战略承诺，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最激进的立场。路透社称，约翰逊对欧盟的强硬态度拖累了英镑，加剧经济界对于英国通货膨胀率将超过11%的预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为，从长期来看，英国提出的全球英国战略不会因约翰逊的辞职发生太大变动，但在具体政策领域或许会出现微调空间。我想这个接下来的保守党政府呢，会有一些变化。我想英国呢，可能政策平衡上会做得更好一些，尤其是在处理和欧盟的关系上。前约翰逊政府啊，他作为脱欧政府和欧盟的关系呢，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同时涉及到和美国、俄罗斯等等这样一些大国的关系，包括对华关系。我想英国方面呢，实际上也迎来了一个重新调整，获得一个更好政策平衡的机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约翰逊内阁成员出现雪崩式辞职潮之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为约翰逊推行对俄强硬路线所导致的。您对此如何看？很显然，从扎哈罗娃的这个判断来看，这一局面的出现正是俄罗斯所期盼的。而在我看来，普京在俄乌冲突中之所以硬着头皮也要打下去，除了开弓没有回条件、退无可退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另外3个原因。其是俄罗斯认为，假如战争持续下去，导致油价高企，尤其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内部就会产生分裂，西方的反俄统一战线就会崩溃。这个内部分裂指的当然是以美英加澳新为首的由昂格鲁萨克逊人建立的国家集团，会跟欧洲大陆国家产生分裂。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希望的那种分裂并没有出现，欧洲大陆更加依赖美英等国的军事保护了。其二是俄罗斯认为，假如战争持续下去，导致油价高企，尤其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欧洲大陆尤其是欧盟内部就会发生分裂，也就是以法国、德国、意大利为首的传统欧洲强国会反对包括立陶宛、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实事求是来讲，这个裂痕的确是存在，并且曾经表现出来过。但是最终法德意等传统欧洲强国出于担忧欧洲的分裂而隐忍下来了，顺从了中东欧国家的强硬对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只能寄望于出现第3个结果，也就是高油价与高通胀会导致相关西方国家内部产生分裂，也就是民众会因为生计艰难而站出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反俄政策。而英国约翰逊内阁的集体崩盘，这似乎是让俄罗斯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甚至会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分裂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如此一来，西方国家反俄的政策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真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我认为俄罗斯可能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约翰逊这次面临的政治危机，纯粹是由于个人操守与个人诚信而导致的。要知道，英国政治本身就是以保守主义而著称的，也就是尊重历史与传统，非常强调宗教与道德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更是将法律与秩序视为了党的不二信条。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因为个人政治操守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就一点都不奇怪了。